马兴瑞被7个人合谋搞掉，彭丽媛是必然反击，而他要动用的力量是现在的政法委不敢惹的。那这个力量有多强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美西时间7月14号。上期节目咱讲到了老习和彭丽媛他们晚上发现呀，危机重重，最大的威胁已经不是外国了，而是周围的手下。你看吧，7个人，一个是福建帮，一个是西北帮，都属于左膀右臂，他们居然联合把这航天少帅山东帮的新秀搞掉了，而且这证据啊实打实的，什么权色交易啊，什么金流啊，这些东西摆在习近平面前，他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。今天啊，咱们聊最关键的是，接下来呢，人们现在已经不再关注马兴瑞犯的那些事儿了，那些罪名啊不算严重，至少比张幼霞要轻得多啊。第二啊，这些事儿你放到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那儿都适用。你说谁没个权色交易啊？谁没帮着亲戚提拔个人呢？关键是接下来官场将极不平静。这老习也看明白了，如果任由福建帮控制的政法委胡作非为的话，那接下来的上海帮、那西北系、那清华系啊，都有可能被他们干掉，因为这几个帮派里根本手里就没有监控系统，而这个恰恰就在福建帮手底下。所以说，接下来山东帮能仰仗的力量，你不可能是现在的国家安全和公安系统了。这些如何才能保证纯洁呢？你如何来防止两面人呢？我直接告诉你我个人的判断，接下来的军中很可能要成立一个新的组织，这个组织啊，比以前的总参二部更厉害。有朋友就问了，无论是党内还是政府内部，你各个部门各司其职，手里的权限不是有规制吗？能随便改吗？但是啊，在中共历史上是一直以老大的意志为转移的。总书记、军委主席，如果他想剥离某个职能到另外一个部门啊，也就一句话的事儿，开会只是通知大家，不是征求你意见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在毛时代啊，国家安全部啊，包括这个公安部，它都有监控的特权，但是在他们之外，还有一套军用系统，就是总参二部啊，还有总参的3部。一部大家都知道管打仗的，二部是干嘛的？搞情报间谍的，手下的特工既渗透国外，他也渗透军内和国内。那另外一套人马呀，就是中央办公厅。你以为的原来的中办主任汪东兴他手里不管情报吗？有，他本身啊就是中央特科出身，他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是中央特科的人了，政治保卫局的人了。那他有个职能呢，叫中央警卫局搜集社会面事务。这个社会面实际上就是间谍。你想想，他监控谁呢？他监控肯定是老毛手下那些总理、副总理、各大山头，甚至连贺龙说什么话，他第二天都能知道。原因是什么呀？原因是用宝贵外汇买来的监控监听设备，你公安部啊、国家安全部啊，你先别用，你先给我中央警卫局，因为毛主席啊，他想监控哪个元帅，哎，这个东西得用上。你有可见，警卫局它实际上也掌握了监听监控的特务的特权。好，那我们看看接下来山东帮如果反击，他用谁的力量？毫无疑问啊，这应该是出在军内。大家知道，在以前的军内，二部管的是情报，三部就叫电子技术侦察、监听监控啊，完全是这个部门的。他那套设备含金量不次于公安部和国家保卫局。当然了，除了这个系统啊，还有一个在军内专门负责监控自己人的，原来属于总政治部，叫做保卫部。
他干嘛呢？就是看军内肃反干这个活的。现在他到哪儿了？叫做这个中央军委政法委保卫局。你说这套系统分别会出在哪儿呢？接下来有可能直接就在军委主席办公室，就是在西办，你再增加一个小组就可以了，直接抽调战略支援部队。刚才咱们讲的总参二部、三部、四部现在都分散了，分散到哪儿呢？是联合参谋部的情报局，再加上电子对抗部队，再加上这个情报部门。你想想，管保卫的、管情报的，他们完全可以在军委主席办公室内部操作，它凌驾于军内之上，所有的军兵种和这个战区你都不干扰军委主席办公室的吗？这些人脱下军装，换上西装，换上常服，他就是老百姓。他想监控哪个政治局委员，他可不管你是福建帮还是那个清华系，还是政法委，还是这个中纪委，你有的家伙我也有，而且呢，我只向军委主席一个人负责。所以接下来，彭丽媛作为军中的少将，又是军内职务晋升的否决权之一。你甭管他叫不是委员吧，实际上军内少将升中将升上将，他也是有一票否决权的。你看看，最终又成了夫妻店了。这习家军呢，又成了这个习彭俩人的事了。当然了，这不得就让人想到了，那历史上这不成了一个锦衣卫吗？事实上它就是。如果你认为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，就是现在政法委是锦衣卫的话，那纪检委就相当于东厂西厂，马上这个第一夫人彭丽媛她要成立一个机构，这就相当于内行厂，专门监控锦衣卫和专门监控你东西厂的，而且这个只向皇帝一个人负责。你看历史是不是又弄回来了？当然了，大家历史上也知道，在明崇祯上吊之前，他手下有将近20万的锦衣卫。那这些人当时为什么没有抵抗呢？很简单，内行厂专门搞西厂，西厂搞东厂，东厂搞锦衣卫，他们本身互相搞是一个天才。但是真正打仗的时候全部歇菜了。到时候呢，真正给李自成开城门的恰恰是锦衣卫，因为这些人呢，有奶就是娘，谁当皇上我就喊谁万岁。你看历史是不是就走回来呢？好，关于这件事儿，您有什么观点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共同探讨。下期再会。